情思心又乱，千头万绪仍纠缠，拱手让江山，低眉恋红颜，祸福轮流转，世界还是圆。天机算不尽，交织悲与欢，古今痴男女，谁能过情关？拱手让江山，低眉恋红颜，祸福轮流转，世界还是圆。天机算不尽，交织悲与欢，古今痴男女，谁能过情关？谁能过情关？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呀！走水了！谁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这就是纵火之人，什么事啊？皇上驾到！梅姐姐她回贵人，你的伤怎么样？姐姐定是吓坏了，都怪臣妾不好，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？婉嫔娘娘请放心，贵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，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。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？这宫里的长侍太监呢？皇上恕罪，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。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，正等着发落。是有人蓄意放火吗？是，带上来。是。带人！事发时，这个太监在碎玉轩外鬼鬼祟祟，奴才已然在他身上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，人赃并获。你是哪个宫里的？皇上，这人是翊坤宫年大人身边的人，名叫素喜。臣妾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，竟要臣妾公毁人亡。幸好奴才们发现的早，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。皇上，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都是平年氏有功的臣子。臣妾听闻年答应向来与婉嫔不睦，如今贬黜，他自然甚以臣妾和婉嫔为恨。要不，小小一个太监怎么敢火烧碎玉轩？必定是有人主使的。年答应就算不满，也只是对臣妾，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。朕本不想赶尽杀绝，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。罢了，
告诉皇后和静妃，连夜审问素喜，若今属实，即可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，不必来回朕。这我这里比碎玉轩小点，你先将就着住吧。能住在这里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小的时候，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话。是啊，快新年了，审议年世兰之事不宜拖到年后，怕不吉利。今儿是25，最晚到29，他必死无疑。也不枉我烧伤了自己了。皇后与静妃，从来与年世兰都是死敌。如今落入他们手中，即使他没有支持纵火，也会证据确凿。何况现在，铁证如山。你也真是的，何苦要烧伤自己？幸好现在天冷，要是在夏天，必定要化脓了。大不了留个疤，换年世兰的命也不算亏。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，才会知道焚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他才会想到，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，他该有多么心痛，才会对年世兰恨之入骨。若不是他苦苦相逼，我竟不知自己原可以如此狠辣。来日年世兰死了，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。宫里要斗还不简单，人人都可以斗，要不斗也简单。默默无闻，任人宰割即可。新人源源不断的进来，还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？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，还疼吗？没事了。等伤口愈合了，我就给你用舒痕胶，去疤是最好的了。答应年氏不思悔过，心肠歹毒，竟然指使奴才素喜放火烧碎玉轩，如此十恶不赦，本宫决议严惩，赐死年氏，否则后宫就无纲纪法度可言了。皇后娘娘治内有方，臣妾敬服。年氏毕竟侍奉皇上多年，本宫就网开一面，留他个全尸吧。简秋，通知苏公公，准备毒酒、匕首和白绫，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，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。皇后仁慈，若换了臣妾，见他这么为非作歹，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，那才解气。你们都坐下吧。是。香嫔，你怎么了？回娘娘，臣妾近日神思倦怠，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，在娘娘面前失仪了。快坐下吧。是。你要照顾温宜，又近新年忙碌，难免劳累些，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。皇后娘娘昨夜审问素喜太过劳碌，今日应该多多休息。臣妾等先告退了。好吧，你们都先告退吧。臣妾告退。锦溪，苏公公那边说，何时送年氏上路？本宫行此行，都是在黄昏时分。好好替我梳妆，我要去送一送这位华妃娘娘。
地方我来的比你多。当初我就是在这里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。你不要做梦了，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没有人要害你，是你自作自受。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？在温宜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。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，推梅庄入水，冤枉梅庄假孕争宠，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？我就知道，曹琴墨那个奸夫敢反咬我一口，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。凭他哪有那个口胆？你还真是知人不明。你几次三番利用温宜来争宠，甚至不惜拿她的性命来开玩笑。香嫔是她的生母，哪有不恨的道理？你以为她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？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你早该知道她对你有异心了。以我当年的盛世，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3分。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，我怎么会把她放在眼里？可惜她是人，人要比狗复杂多了。贱人，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。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，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。你们宫里宫外联手，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？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，任意妄为，又何至于此呢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夫君是皇帝，君王枕畔，怎容他人酣睡？我哥哥是有功之臣，为大清平定西北，战功赫赫。再怎么战功赫赫，也是皇上的臣子，怎可凌驾皇上之上？岂非谋逆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陪我们小主来的。婉嫔娘娘在里头。按照皇后的旨意，我得送年氏上路了。你送你的，小主送小主的。你快进去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婉嫔娘娘万福。苏公公请起。奉皇后娘娘懿旨，请小主自选一样。皇后懿旨？皇上的圣旨呢？拿来。皇上的意思是，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。没有皇上的圣旨，我绝不就死。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，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？皇上说了，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。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？去请皇上的圣旨来，我等着。苏公公，且缓一缓吧，容我和年答应告别几句。是，娘娘自便吧，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。真是对不住了，称呼惯了您娘娘，骤然要叫你答应，还真是不习惯呢。手炉凉了，再加几块炭来。是。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。你去吧，若有什么动静，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。这。
皇上为什么厌恶你？你知道吗？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。皇上从前很宠爱我，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，他再生气，也不舍得不离我太久。皇上为什么喜欢你？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你的美貌。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。你是说，皇上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？端妃也是将门之女。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，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？你胡说！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？或许有吧。可即使有，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，这点真心，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。你个贱人知道什么？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，就封了侧福晋，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。王府里那么多女人，个个都怕她，就我不怕。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，去打猎。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。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，多得让我生气。她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。我就这样等啊，等啊，等到天都亮了，她还是没来我这儿。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？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，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。当然，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。后来我有了身孕，皇上很高兴。可是渐渐，他就不那么高兴了。虽然皇上不说，可是我能感觉到，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3阿哥一个。我知道他担心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别怕，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。”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，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他也告诉我，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。你的孩子没了，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？他在我肚子里才4个月大，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！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。是你自己不中用，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。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，何苦要来怪我？我是恨皇上专宠于你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。有你在，皇上就不在意我了。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。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，就都得死。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，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。你没有，就算你不是有心的，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，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？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。欢宜香，欢宜香，
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？你知不知道那欢宜箱里面有大量的麝香？你用了这么多年，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你信口雌黄，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。皇上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若不是皇上的旨意，不可能，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？且不说你多年不孕，就连你当年小产，也都是皇上的旨意。端妃那碗安胎药，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。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，也灌不回你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。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，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。皇上，你害得世兰好苦啊！年世兰的丧礼都完了，她死得惨烈。皇上知道后，倒默默了良久，到底还是给了她体面，以贵妃的礼仪下葬，谥号敦肃。只可惜虽为贵妃礼仪下葬，但是快到年下了，也只是草草了事。温厚为敦，他何时温厚过呀？这谥号听着都让人觉得讽刺。讽刺也好，赞誉也罢，虽然活着时最后只是个答应，到底皇上还是保全了他死后的颜面。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，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。皇上这么做，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，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。姐姐见识清楚。怎么不清楚啊？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齐贵人，当真独占春色呀。一时得宠又有何用？若像年世兰一样，为了皇上的宠爱而丧失了清醒，那才叫可怕。你今日似乎对他感慨良多。我原以为我恨极了他，可如今他死了，我只觉得悲凉。他当年入府承欢，哪里想到纵横了那么多年，却被自己的枕边人算计了，落到今日这样的结局。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？算计着荣宠，算计着名位。咱们能算计的，皇上为什么不能？不算计就不能活吗？昨日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自己的眼角皱纹深了许多，才想起自己的年纪，居然算计着算计着，也过了大半辈子。娘娘，香嫔没了。
你先去打点一下，我一会儿就赶来。哎，去吧。前几日我见香嫔有些不适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温太医曾悄悄告诉我，皇上和太后容不下香嫔，让他身边人给下了药，说那药服用之后常有梦魇之状，加上年世兰废黜是他告发的，如今年世兰又死了，人人都会以为香嫔是愧疚而致心病才死的。事前太后曾警告太医院不要多事，他们只能装聋作哑了。曹琴墨呀，心计颇深，可是心计再深，他也深不过皇上和太后啊。香嫔能为一己之力出卖华妃，难保日后不会出卖别人。我只是可怜了温宜公主，年幼丧母。我想，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，将来必定乖巧懂事，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。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，可是这样的事，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。娘娘如此喜爱公主，必会将她如释基础。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。若真能如此，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。贵人的伤口已经敷好，但是从伤口的情势来看，稍有好转，却又反复，请恕微臣医术不精之罪。你无需自责，这原来就是我体质虚弱的缘故，倒是要劳烦你多跑几趟了。惠贵人言重了，那微臣明日再来。那副药已着人去煎了，届时请准时服用。微臣告退了。温大人慢走。小主，这是温太医今天新配的药。药太苦了，你去拿些蜜饯来吧。是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伤口怎么就不见好呢？幸好是冬天，要是天热，恐怕就得得炎症了。这饮食上已经万般忌口了，鱼呀、虾呀都不敢碰。可是，我原先体质就弱，也许服几天药就没事了。你放心吧。夜深了，早点睡吧。也不知怎么了，最近老觉得乏得很。姐姐也早点睡吧。好。这本西征随笔是抄年羹尧家产的时候抄到的，由于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，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。臣一看，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，立即送来，请皇上处置。这书里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啊，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。那朕赐死了年羹尧，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？还不止如此，里面还有一篇历史年号论，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。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，大多都没有好下场。更劝年羹尧功臣不可为，指皇上是庸才，妒忌年羹尧的才能，日后必定除掉年羹尧。放肆！皇上息怒啊！这本秘书是谁写的？
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，此人悖谬狂乱，大逆不道。若让此书流传民间，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。皇上息怒啊！传旨，将汪景祺枭首示众，首级悬挂于菜市口，10年不许拿下。警戒世人，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，男丁流放宁古塔，疏远亲族，凡在官的一律革职。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遗毒世间。臣遵旨。哎，皇上雷霆之怒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！汪景祺依附年羹尧，语出谋逆，皇上的确不能容他。只是汪景祺虽有过失，但也罪该万死。可是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10年，哎呀，这情景你想想，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！听真兄的意思，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。鄂敏兄不敢开玩笑，皇上英明，我怎能不赞同呢？只是年羹尧已死，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，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。这惴惴之气中，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？啊，那是当然，弹劾有罪之人，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。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，的确可惜呀。哎，真兄，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，不去看看？我正想前去呢。鄂敏兄可一同前往吗？啊，今天出来的时候，夫人让我早点回去。哦，哎，真兄，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哎，一定一定。婉平娘娘吉祥，惠贵人吉祥。娘娘，奉皇上口谕，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。知道了。那今日先下到这吧，明日再接着下。你先进去梳洗，别叫皇上等着了。好。对了，彩月。温太医怎么今日还没来请脉？你快去瞧瞧，看是怎么了。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，没那么早。哦，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。有臣子奏报说，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，说朕是小人。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。成王败寇，允娥曾是尊贵亲王，一朝沦为阶下囚，难免口出怨言。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？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，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，杀了也不足惜。皇上今日生气，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？嬛嬛，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。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洪轩一个虚爵吧。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，皇上却偏偏广施恩惠，不使辜负幼子无依，也好使天下非议无有所出。洪轩年幼，
不过朕就是喜欢她年幼。研墨，朕这就下旨，封爵于红轩。皇上，敦肃贵妃尾期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，皇上可要过去？知道了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那臣妾先行告退。今日是华妃尾期，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，小主提他做什么呀？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，不知怎么，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。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，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，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。年氏他输在没有儿子，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，地位一定会稳固的。哪就那么容易，想有就有了？温太医的药我也一直吃着，可就是一直没动静。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，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。等把你嫁出去了，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？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，主意出的不好也就罢了，还拿人家取笑。什么取笑？用不了1年半载，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。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？小主，我跟你说真心话，浣碧不想嫁人，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。这里什么都好，但也什么都不好。小主一个人挨着，实在是太苦了。这可就是胡说了。等你成了老姑娘，那就真嫁不出去了。浣碧姑娘，今日是我上夜，留着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。嗯。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，小主，那你也快点歇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今日在养心殿，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？当日我失宠失子，宫中那么多人，除了静妃、梅庄，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。小主心善，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。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，可是他对妻子儿女，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。他虽有种种错处，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。皇上万福金安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姐姐来得太晚了，罚你剥了核桃仁，不许自己吃。外头冷，就用了个手炉，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，回去换了一个，结果就耽搁了。果然手冷冰冰的，快暖一暖，再吃东西。谢皇上。对呀，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，肠胃就该不舒服了。谢娘娘。对了，皇上，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，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？你且说来听听。按照后宫的仪制，应当有皇贵妃1、贵妃2、4妃6嫔，其余则无定数。眼下妃位只有端妃、静妃、齐妃，嫔位只有婉嫔，人数都是不足。
贵妃和皇贵妃都不急，妃位倒是可以添一位，你就选个好日子，晋封婉嫔为妃吧。臣妾资历尚浅，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。婉嫔德行出众，自然应该封妃。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，且还没有子嗣。若是他日诞下皇子，那时再封妃的话，才是极大的荣耀。无妨，就立为婉妃。2月初2就是好日子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恩典。起来吧。恭喜姐姐大喜啊！急着恭喜婉嫔，怎知你就没有喜呢？也晋安贵人为安嫔吧。你就择个吉日一同进封，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。另外，新常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，晋新常在为贵人。臣妾多谢皇上，也多谢皇后娘娘。谢谢姐姐，恭喜妹妹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时候还早，朕去看些折子。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。是。皇上起驾。恭送皇上。旧梦依稀，往事迷离，春花秋月里。如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飘来又浮去。觉来有声君去，无语翻云覆雨里。最两情相惜，两心相依，得来复失去。有时代河，有歌待应，有心待相惜。望长相思，望长相守，却空留情于地。以情相悦，以心相许，以身相偎。愿无相忘，愿无相负，又奈何恨与期。得非所愿，愿非所得，看命运嘲弄，造化游戏，真情诺诺，终于随乱红飞花去。期盼明月，期盼朝阳，期盼春风雨。可逆风不解，血雨半雪，催美这志趣。凤凰于飞，回味其余，远去无痕迹。听梧桐细雨，瑟瑟起也随风摇迹。梧桐细雨，瑟瑟起也随风摇迹。